读书，读个屁！读书就能出息啦！早点嫁人，安稳过日子，有什么不好？让你跟陈老板儿子见面，你倒好，居然敢报警！小雨，你得体谅你爸，家里马上3个孩子要养，你弟弟要上机关幼儿园，每个月800块学费。那是你们的孩子，不是我的责任。我要读书。老子没钱！我妈临走前给我攒下了1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把钱给我，不然我就去你单位去找你领导，让他看看一个逼17岁女儿辍学嫁人换彩礼的父亲，还能不能在国营厂待下去？你还是要我天天去你宝贝儿子的学校门口举个牌子，告诉大家他妈妈是怎么逼姐姐嫁人换钱的，看他以后还能不能抬起头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你们都要把我卖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把钱给我，我要回奶奶那读书。别跑！妈的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等我抓到你，非把你2条腿卸了！17岁那年，风铃巷的那场雨，是我和元素湿漉漉却仍倔强燃烧的青春。望向彼此的那一刻，我们甚至都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就着这场雨，一头栽进了彼此的命运。小子，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你爸跑了，我们不找你，找谁？小子，钱藏哪儿了？说话！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。很有种嘛！听说你妈还在医院躺着，不如猜猜看，她还能撑几天？我靠！27号。29号尽头，应该就是这里吧。你谁？17岁那年的他，17岁那年的我，17岁的那一场大雨。问你话呢？找谁？那个派出所的李警官，让他尽快过去一趟。李警官？哪个李警官？找他什么事？我也不清楚。他说10分钟内没去，就上门来找他。妈的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但这事没完。走啊走啊！哪个李警官？你找谁？我可能找错地方了。白亭镇南边，枫林巷小胡同尽头，有棵柿子树的人家。奶奶，请问李素华奶奶在吗？我是小雨，普雨。奶奶，我是小雨。那个派出所的李警官，让他尽快过去一趟。哪里来的女孩，编剧漏洞百出的谎话，请把他们给唬住了。
奶奶，我是小雨。奶奶，我是小雨。麻烦请。谁呀？他耳朵背，得用力砸。你找谁？我是蒲雨，我妈是林倩。你来做什么？城里待得好好的，跑到我们这穷沟沟里来受什么罪？是你爸让你来的？哼！傻站着干什么？已经感冒了，我这老太婆可不伺候你。麻烦精，城里不待，跑来这里，这里有什么好的？大雨天的还淋雨，还不进去？还不让你省心。哎。你妈娘家那边还有个妹妹吗？你姨妈也不管你。就是那个姨妈介绍了老板儿子。真是作孽，一群丧良心的东西！奶奶，我妈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如果有一天没地方去了，就来找您。奶奶，我想读书，就在这儿借住1年，学费、生活费不用您操心，考上大学我就走。等以后我工作了，一定好好孝敬您。求人的时候话都说得好听，辛辛苦苦养大了，谁还管我这个老婆子？行了，别蹲着了，吃完赶紧睡觉去。明天早点起床，带你去镇上的学校看看。还有，这身湿衣服赶紧换了。你要生病了去不了，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等你。谢谢奶奶，我这就去换。3分！不准在楼道上打球！你哪个班的？同学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位从市里转到咱们班的新同学蒲雨，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蒲雨，蒲草的蒲，下雨的雨，很高兴能和大家同班学习。美女哦！蒲雨，你先坐袁旭旁边那个位置吧。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可以来办公室找我。是他，原来他叫袁硕。原来他叫蒲雨。那个位置都空了大半年了吧？老班故意的吧？让新同学跟那种人坐一块儿。嗨，我叫许穗然，你 QQ 号是什么？下午有陈老师的语文课，他人特别好，
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班主任。数学老师嘛，讲题很有耐心，但超爱拖堂。物理老师脾气最急，有时候讲着讲着就凶起来了。不过他特别喜欢你同桌，属于又爱又恨的那种。元穗吗？对哇。他成绩很好吗？岂止是很好啊，你早来2年就能看到他意气风发的样子了，简直帅呆了。他爸之前是镇上最大的电器铺老板，家里可风光了。元素长得帅，又是年级第1，数学、物理每一次都拿满分。满分？对啊，你是不知道，那会儿喜欢他的女生可多了，抽屉里情书礼物塞都塞不下，胆子大的还堵过他家门口呢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他爸沾上了赌博，那么大的家业没半年就全败光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最后直接人也跑了。从那时候起，元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不来上课是常事，来了也是趴着睡觉，成绩也一落千丈。大家都说他是赌鬼的儿子，谁靠近谁倒霉，反正可惜了。哎呀，不说这些了，我带你去小卖部买橘子汽水。好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拿这种钱来骗人。您说什么？我说这钱是假的，摸着手感就不对，水印也模糊，看着文文静的，怎么干这种事？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拿假钱来买东西，真好意思啊！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去衣柜拿钱，赶紧让他走。假的，全是假的。你凶什么凶呀？收到假钱不是很正常吗？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买就是了。你没事吧，小雨？没事，可能你家里人被骗了，我爸妈也经常收到假钱。谢谢你，碎碎。走吧，上课了。同学们，这学期的学费和书本费还没交的同学抓紧时间了，一共是860元，最好明天下午之前交齐，学校要统一入账。陈老师，这个费用最晚什么时候交？是有什么困难吗？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成绩很不错啊，语文、英语都是拔尖的，理综稍微弱一点，但也算中等。高3这么关键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转学呢？孩子被逼得没活路了，只能投靠我这老婆子来了。又一根好苗子，别也折在半路上。原则上要求统一交齐，不过如果确实有困难，可以稍微宽限几天，最迟不要超过下周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陈老师，我会尽快。我刚刚来过这里啊。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真是有够笨的。
谢谢你。原来枫林巷的晚上这么静，我听到了自己还活着的声音。多管闲事。回去？刚来1天就要回去？怎么嫌我这老婆子做的饭难吃，还是嫌这破镇子的学校配不上你？不是。好啊，我这儿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菩萨。你要走就走，走了就别再回来。不是的，不是那样，是因为这个全是假的，他们给我的钱全是假的。我要回去问问他，我也是他的女儿啊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就这么想让我死在外面吗？畜生，简直是畜生！我砍了蒲志明这个杀千刀的王八蛋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！奶奶别这样！把眼泪擦了吧，为了那种混账东西哭，不值当。我要回市里，我要找到他要个说法。学费还没交，我不能回去。你现在回去就是自投罗网。你以为你那个后妈是吃素的？你前脚进门，后脚他们就能把你绑了送去那个什么老板家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你这辈子就真完了。行了，吃饭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你一个小丫头片操什么心？奶奶，奶奶，拿着，这里有1000多，大头交学费，剩下的留着当你这个月的生活费。这是我这些年做裁缝活攒下的，不是白给你啊。等你以后上了大学，找了工作，得连本带利还给我，听见没？听见了，谢谢奶奶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上学去吧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来之前我跟老天打了个赌，我赢了。这里有奶奶，有书念，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。小雨，看什么呢？碎碎，他一直都这样吗？谁？元素啊？他基本就是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我估计啊，这次没得等月考看见他了。
我的妈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这周发下来的卷子，我怕弄乱了，就帮你收了下。上节课的试卷赶到哪里了？电磁感应的零式定论都还记不记得？注意哦，课本的老师北边哦，画出来一勾三，第一条再来比考。救命，听不懂啊！讲理了，就讲理解未代志，讲照着学起，哎，十期讲你报界一个试题心肝。高老师，水讲啊，这道大题我都解2天了，他连草稿都不打。元素长得帅，又是年级第1，数学、物理每一次都拿满分。元素，你是在困觉还是在上课的？卷子做好了吗？乖了。你全做对了也不来睡，这是课堂。你说话跟念经似的，太催眠了。全班就你事多，大概都听得懂，就你听不懂是吧？反正有人听不懂。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电磁感应的楞氏定律。干什么？这2道大题，你能不能麻烦你教教我？别惹他。没事了。哪步不懂？这里推导思路没有懂。元素。把速度分解，水平方向匀速。这还是元素吗？懂了？还要问什么？没有了。别吵我了。谢谢。天呐，小雨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居然敢在元素睡觉的时候叫醒他。我就是没听懂那2道题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他物理是真的好，要不怎么能把修理铺给撑起来呢？修理铺？他爸的财产啊，不是被卖就是被抢了，只剩那家修理铺。后来他妈受刺激住院，债主怕闹出人命，就没敢硬抢。元素就接手铺子，干活还债。不上课时，他都在那儿。他爸欠了很多钱吗？多着呢，镇上好多家都被他爸借过钱，我爸妈也借了8000，到现在都没还。我到家了，小雨，明天你上学记得喊我哦。好，明天见。就像这里潮湿的天气，原来我们都是被打湿了翅膀，却巨强着不肯落地的纸飞机。
奶奶，台灯好像坏了。你摇摇电池。真笨。得，是真坏了。那还有其他灯吗？这个凑合一下行吗？这不行的话，你就去前面那条街找元素修修，离得不远。好。那个元素，有事。好了。谢谢。多少钱啊？不用。那怎么行？一定要给的。我说不用。谢谢你，元素。那作为交换，我明天帮你带早饭，好不好？不需要。碎碎说巷口那家早餐铺的包子很好吃，我帮你买包子吧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多管闲事。亏了。他不会又不来了吧？你在找什么呀？你一直不来，我怕包子凉了才放书包里的。说了不用。那你扔了吧。同学们，耽误大家几分钟，有个事儿通知一下。关于今年的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，前2年咱们学校全县成绩垫底，
连参与选拔的资格都捞不着。今年是我跟校长磨破了嘴皮子，才终于从教育局争取到了预选赛资格。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？对待学习就这种心态？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争取到周杰伦的演唱会资格？你回家做梦去吧。总之，这个竞争的含金量就不用我多说了。全县10几所高中，只有前3名可以去市里参加为期半个月的封闭集训，对你们的前途有很大的帮助。尤其是某些有能力、有意向的同学，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拿报名表。下课吧。周杰伦，我爱你。张叶之也可以。老王就差没直接点袁旭的名了，可惜啊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报告，进。王老师，您找我。这道题你用的公式和嵌入点不是我在课堂上教过的思路，袁术给你讲的。是的，当时没听明白，就问了袁旭。我就知道。扑宇，老师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啊？帮我劝劝袁旭，让他报名参加这次物理竞赛。老师，其实我跟袁旭并不是很熟。我知道，那小子高1的时候就捧着竞赛书来问我抄纲题，他对物理是真的有天赋，可惜那时候学校没资格，硬生生给耽误了。今年好不容易拿到名额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还有谁更合适去参赛。你们是同桌，又是同龄人，谈起话来肯定比我这个老头子方便，成不成的不强求。袁素长得帅，又是年级第1，数学、物理每一次都拿满分。那后来呢？大家都说他是赌鬼的儿子，谁靠近谁倒霉。反正可惜了。好，我试试。老王简直是病急乱投医，我也觉得，但老师都那么说了。哎，关门了。叔叔，请问一下，旁边的修理铺今天没开门吗？哦，小袁啊，他去镇上网吧送电炉杆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谁知道？那我跑过去问一下吧，说几句话，耽误不了太久。啊？去网吧？你先回去吧，碎碎，别让……不行，那种地方乱糟糟的，全是抽烟的小混混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学生妹，未成年不让进啊！我不是爱打游戏的，我来找人。找人？找谁啊？我找他。又来一个。妹妹，听哥一句劝，死心吧。什么？还装？这个月第几个了？跑来找树哥表白的吗？看不上你们这些丫头片子，赶紧回家洗洗睡去。我不是，我真的只是找他有事。行了，别演了。树哥不想见的人，绝对进不去。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小雨，元素，元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哎，苏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给你赶走。不用，进来吧。找我什么事？非要跑到这种地方来？王老师让我来劝你报名物理竞赛。没兴趣。可老师说，
市集训要封闭训练半个月，去省城的车费、住宿费、资料费，够支付我妈2个月的医药费了。物理竞赛需要心无旁骛，需要投入大量时间钻研，但我早已经没有资格看向那里了。会不会玩啊？妈的！我现在只能低头看着脚下的路，保证自己别摔死，别把身后的人也拖下水。我以为这对你会有帮助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日子也是我在过，跟你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对不起，我不该用我的想法来衡量你的生活。你忙吧，我们先走了。小雨，为什么感觉有点难过呢？你没见过原来的元旭，他多意气风发。他现在真的好可怜，明明那么厉害。他不可怜啊？这还不可怜啊？他那么努力地撑着那个家，靠自己的本事还债，照顾生病的妈妈，就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可怜。穗穗，我们可以惋惜，可以遗憾，唯独不能可怜，那是对他努力生活的否定。不再玩会儿了，穗哥。刚才那2个小美女，同学，别招惹他们。哎，好好好。哦，这是那2个小美女留下的，她们说要不要收下看你。真是麻烦精。这是什么呀？没什么。物理竞赛，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。阿旭要去参加竞赛吗？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你那么喜欢物理，以前你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多好多书，为什么不去啊？是不是因为钱？是不是他们又来找你了？不要给他们钱啊！像我们不给他们钱，我已经还完了。妈，没有，没人来找我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是不是妈妈生病拖累你了？我们阿香以前明明是第1名的，是妈妈拖累你。我去参加。真的？真的，表哥都在这儿呢，我明天就交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这是浪费天赋，那种解题思路根本不是普通高中生能想出来。王老师，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？你看看这道题，他用的是大学物理里的拉嘎尼的方法，我敢说整个县里没几个高中生能看懂。可他不参加竞赛，我们能怎么办？难道要把他绑了带过去吗？这么好的苗子，怎么就……璞玉，你先回去吧。但我早已经没有资格看向那里了。命运啊，我怨你不公，你为何如此残忍，折断了少年的翅膀，还要把整个天空的重量压在他肩上。
是等不到这小子了。找到了，小雨，你果然被分到放牛班了。放牛班就是最后一个考场，咱们的考场都是按照上一次月考成绩排的。你是新人，自然在放牛班喽。哦，这样。喂，新来的，给哥们传几个选择题呗。反正你写那么多也考不上清北，不如教教我们哥几个，以后哥哥罩着你啊。理都不理，挺傲啊。老师，谁的？我的？怎样？要怪就怪你前座啊，谁让他一直不理人的？我靠！元素，你发什么神经？闹什么呢？好玩吗？大家都是混日子的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那是挺好玩的。要是觉得卷子不够近，外面还有砖头，试一下。坐下，想闹出去闹。行，素哥，我错了，行吧？我不玩了，睡觉。嘿，小雨，你考得怎么样啊？我啊，还行吧。放学打算去哪儿？要去电子城逛逛吗？可以啊。小雨，救命啊！数学最后一道选择题你选什么？我算出来是 C。啊，完了！我摇橡皮捉漏摇出来的是 A， 老天待我好薄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考都考完了。接下来的重点是国庆假期。小雨，你假期有什么安排呀？我得留在家里帮奶奶做活。3天呢，你就分给我1天嘛。我们去县城买辅导书，顺便看看你一直想买随身听。那我回去问问奶奶。耶，太棒了！快点！听说今天有新到的 CD 机。老板，这个随身机怎么卖？同学眼光不错啊，这可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机芯，音质绝对好，只要150。这么贵啊？便宜点儿。哎呦，150都是亏本卖给你了，你听听这音质，没杂音吧？好像真的不错。老板，我们是学生，能不能便宜点嘛？那你们说多少？80。哎呦我去，你这砍价也太离谱了，这机子进价都不止80，120，最低了。那要不88？多吉利啊，老板！发。行，小姑娘会说话，88就88。碎，我们不要了。物理辅导书你不舍得买，随身听你也不要，干嘛总是这样委屈自己啊？我给你买，等以后有钱了你再送我别的，不是一样的吗？这机子20都嫌多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懂不懂行啊？别在这捣乱！外壳重新喷过漆，耳机插孔也是歪的，里面的线明显断过又重新接了。这种拼装的垃圾你也敢卖88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就是原装的。是不是原装的？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他妈想砸场子是吧？滚！老子不卖了！2个穷学生买不起装什么装？怪不得卖这么贵，
原来是翻新机骗我们钱啊！这种黑店我们才不敢买。碎碎，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，那个是假的，我们换一家再看看啊！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元素，谢谢你啊，刚刚差点就被骗了。哦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送货。哎，随身听没买成，那我们回去把那本物理辅导书买了吧。来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来不及了，我们得尽快赶车回镇上，晚了奶奶会担心的。下次好不好？你每次都这么说。物理书是真的用不上，你忘了我同桌是谁啦？物理题我问他就好呀。可月初我们会重新调座位，万一你们不坐一起了呢？那我就跟老师说，我以后都不换座位了，我要一直跟元素坐同桌。怎么，还讹上我了？车要来了，我们得赶紧去车站。等一下，那个元素，你要不要一起回去？我不了，我还有事，晚点走。你确定吗？马上就是末班车了。你要是晕车的话，最好不要吐我身上。这破夕阳什么时候美成这样？还不起来？我有点晕车，不小心睡过去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知道。走了。到啦。哎，小雨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，跟发烧了一样？没事了，我们下车吧。你要随身听做什么？听英语，我的口语发音不太好。哦。多管闲事。月考成绩出来了，先说整体情况，我们班发挥稳定，年级前50进了6个，特别要表扬普语同学转学过来的第一次大考，语文和英语双科年级第1，尤其是语文作文被年级组选为范文。理综还有进步空间，如果物理再往上提题，年级前5绝对是稳的。谢谢老师。元素，物理满分，数学148。物理又是满分。
听你们数学老师说，最后那道大题，如果你没漏掉2个关键步骤，也是满分。至于其他科目，你不会的题可以不填，但那些选择题，你至少也动动笔吧，哪怕全选 C 呢。还有，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趟，有同学举报你考试时撕了人家的试卷，还威胁恐吓他。那天的事，我不用。是那个男生先。我说不用。我的事用不着我管。袁硕，我知道那些题你肯定会，你当年的中考成绩底子也在那儿，不能每次都这么交白题，以后的档案会……老师，您叫我来就是说这个啊？还有撕同学卷子的事，人家到了年级主任那儿告状，说要给你警告处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看他不顺眼。你看他不顺眼就撕卷子，那你看我不顺眼是不是要把黑板拆了？报告。胡宇，有事儿吗？老师，撕卷子这件事不是元素的错。元素，你处理问题的方式过激，写份不少于1000字的检讨，明天交给我。这件事我会按照真实情况上报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。这个结果你们能接受吗？可以的，谢谢老师。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这不是闲事，这是事实。程老师需要知道真相。我不需要。我需要。你需要什么？需要证明你是个好心的转学生，还是需要让我欠你个人情？可是欠人情的是我啊！一直欠你人情的是我啊！以后别管了，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公平？那种东西，不过是强者写给弱者看的童话罢了。嗨！阿叔，阿叔怎么还不来？阿叔，阿叔，我不那么觉得。你默认了这种不公，但并不代表你就应该接受不公的对待。只要我在，我就不会看着你被误会。天真。这小子居然连检讨书都肯好好写了。介意老师拼个桌吗？程老师，快坐快坐。下午要重新排座位了，小雨，如果老师继续安排你和袁硕坐同桌，你愿意吗？我问过你们物理老师，他说袁旭给你讲题挺有效果的。袁旭他虽然平时看着散漫，但理综确实是尖子生水平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有负担的话，小雨肯定愿意啊。那天在县城，穗穗，我愿意的，老师。袁旭他其实人很好，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难相处，讲题的思路也特别清晰，帮了我很多。好，那就再试1个月。不过咱们可说好了，你的年级名次要是掉下来，下个月我可就要把你调走了。不会的，程老师。小雨，我要去跟班长坐一起了，以后上课再也不能给你传纸条了，感觉像是失恋搬家，太痛苦了。哪有那么夸张？下课和放学都可以一起走的呀。那能一样吗？
蒲玉怎么还坐在那儿啊？没人愿意跟袁旭同桌吧？咱们班人数刚刚好是双数，空不出多余的桌子了。听说前段时间还有要债的拿着刀堵在他家门口呢，吓人。蒲玉也是够倒霉的，家里人不来闹吗？元素，你们班不搬呀。陈老师说让我们继续做同桌。程老师说，要我去帮你搬个新桌子吗？什么？不是因为没有多余的课桌，才勉强跟我挤在这儿。如果我想走的话，你帮我搬新桌子。嗯。那如果我不想走，想继续跟你做同桌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那我去跟陈老师说一下，让他重新安排座位，不用你帮我搬桌子。不嫌麻烦吗？跟我同桌半点好处没有，全是麻烦。比如呢？比如经常旷课、上课睡觉、打架斗殴，被通报批评还……那又怎样？你说了那么多，是不是想问我愿不愿意跟你做同桌？我愿意，元素。不是因为陈老师安排，也不是因为没有空位，是因为我觉得跟你做同桌很好。就这么坐着吧。穗穗，这个给你。哇，是你们家那棵柿子树吗？我上次去就想偷偷摘俩尝尝，被李奶奶骂了一通。那时候还很涩，现在刚刚好。谢谢。真的好甜啊！我要把这几个全选完。长记性了没？下次千万不能再略过了，多可惜啊！家里树上结的，很甜。哦，贿赂我给你讲题？不是贿赂，奶奶让我带来学校分给同学的，大家都尝了。不用，不爱吃。你不吃的话，可以带回去给阿姨啊。这种脆柿口感很好的，不腻。赌鬼的老婆，疯子，神经病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好甜啊！这是在哪里买的？同学给的。什么样的同学啊？叫什么名字？蒲雨。他叫蒲雨。蒲雨。穗穗。哇，你终于舍得买随身听啦！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这是哪家店的呀？比那个黑心胖子老板卖的好看多了。穗穗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啊？为什么不能要？你不是很需要吗？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等等，小雨，你该不会以为这是我买的吧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倒是想送你来着，只是前段时间我月考数学不及格，我妈把我零花钱扣了一大半，现在买辣条都要犹豫半天，哪有钱买这个呀？啊？不是你是谁？
会不会是你同桌啊？今天不接活了，明天赶早。是你也不接。我不是来找你修东西的。这个是你的吗？不是。可是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别人。听不懂。我去学校门口的影音店问过那个懂行的老板了，绝对不是随便买来的二手机。而且那天在县城，那就只能是你了。他骗你的不行吗？是你骗我。应该早点关门。不喜欢就扔了。我不是不喜欢，我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你送的。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要送我这个？是我的，怎么了？机子是从废品站按斤称回来的垃圾，修好了试音觉得音质太差，懒得卖。刚好你要，就顺手扔你桌上了。谢谢你，元素。不用。我不能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要不我攒钱还你，或者帮你做点什么，打扫卫生、整理零件都可以。你知道这一套下来多少钱吗？150。只要150。还是第一次见他笑，他笑起来真像这个发霉的梅雨季里忽然漏进来的一上光。150，我要是真跟你算钱，150不够，1500也不够，把你卖了都不够付我的工时费。那我不要了，这么贵的人工费还不起。谁让你还钱了？东西放我这占地方，你要是不要，我现在就把它拆了当废铁卖。不要。不要。我要。既然你这么在意的话，那换个别的方式来。下次考试拿个第1给我看。怎么？做不到？做不到就把随身机留下，当我没修过。可以，我努力，但不能保证什么时候拿到，也可能毕业了你都看不见。行，多久都等。啥意思？要一直盯着我，拿到年级第1。你明天来上课吗？看情况。陈老师今天问起你了，物理也讲到了新的章节，有点难。那我先回去了，这个随身机我真的很喜欢，谢谢。等等，英语听力，在网吧录的，爱听不听。元素，我们算是朋友吗？随你怎么想。那朋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如果你需要我帮什么忙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回家啦，拜拜。不用。雨还没停。下得更大了。带伞了吗？要不我们一起走，我送你到修理铺，然后我再回家。不用，我等雨停。可是这雨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而且天快黑了，修理铺那边路灯又暗，晚上不安全。你是觉得我不安全，还是觉得我需要人护着？
我只是觉得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。给我。走了。伞往你那边去点吧。不用。可是你都淋湿。淋不着。对了，那个随身听我每天都在用。英语老师说我发音进步了，还是要谢谢你。别总谢来谢去，说了是朋友。那以后我有不会的题，放学后可以去修理铺问你吗？随便。什么时候都行吗？问多了你会不会嫌烦？会，所以问之前自己先想3遍。奶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这屋顶，这房子有些年头没翻修了，雨下得急，风又大，怕是瓦片被风。奶奶，我先把电闸拉了，你在家等着。元素，元素！怎么了？元素，我家屋顶漏了，漏得很厉害，奶奶还在堂屋接水。我知道这么晚打扰你不好，可是我……别哭了，走。元旭，离远点，我身上全湿了。你等等，我去给你拿毛巾。油布压好了，等雨停了再找人换新瓦片就行。你先擦一下，奶奶在煮姜汤，很快就好。不用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不行，你这样会感冒的。喝了再走，这么冷的天，在上面淋了半天雨，铁打的身子也受不住。我不行，你得喝。好了，谢谢奶奶。你自己再擦擦吧。回去赶快把湿衣服换了，擦干身子，千万别带着寒气睡觉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你的雨衣你穿着，明天还我就行。这孩子犟得跟头驴似的，2碗姜汤顶什么用？也不知道会不会生病。蒲雨，你今天怎么了？跟上节奏。不行啊，油布只能顶一时，我回去跟我爸说一声，让他明天去看看。不用啦，碎碎，奶奶说得找个晴天才能动工，等天气好了，我问问奶奶。行，那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，你和李奶奶住，有些力气活不方便，千万别硬撑。嗯，我知道。我有奶奶，有碎碎，有可以求助的他，但他呢？谢谢老师。元旭，等我。元素，元素，你在家吗？元旭，怎么烧成这样？元素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发烧了，必须吃药。谁？是我，把药吃了退烧的。不吃。不可以，你不吃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别，钱我会还，别碰我妈，别碰她。元素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过去了，都会过去的。别走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。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你爸跑了，我们不找你，找谁？
你早来2年就能看到他意气风发的样子了，简直帅呆了。元素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直都很棒，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。笨蛋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还难受吗？饿不饿？奶奶给你熬了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呀。先喝点粥吧，你现在吃不了太油腻的，慢点喝，有点烫。别看了，你是觉得我连勺子都不会用，还是怕我噎死？哪有？我是怕你没力气把饭盒给摔了。朴宇，以后别随便进陌生人家里，尤其是男生。可你不是陌生人啊。我是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那些讨债的什么时候会再来。万一他们来了，把你堵在这儿。我不怕。你是因为帮我们修房子才生病的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顾，这未免也太过分了。下次别这样了，不安全。那下次再说嘛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药我放在那个木箱上了，用法用量都写在纸上，门窗我也帮你关好了，水壶里有温水。元素，晚安。你吃药了吗？吃了。体温呢？还烧吗？不烧了。对了，还有这个，奶奶说刚退烧要补充营养，让你把2个蛋都吃了。我不爱吃。不爱吃也得吃，你要是不吃，等下我就告诉穗穗。穗穗今天要去学校广播站工作，我会让她在午间广播里点名，高3、2班元旭同学，请按时吃饭，不要挑食。你的朋友朴宇为你点播一首《听奶奶的话》，你幼不幼稚？管用就行啊。我回家吃饭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各位老师、同学们，中午好！这里是校园广播站午间音乐时光，我是高3、2班的许穗然。今天的第一份点歌来自我的好朋友朴宇，送给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。他说：“谢谢你总在需要的时候出现，希望这首能陪着你走过每一个或明或暗的时刻。”一首周杰伦的《晴天》送给这位朋友，也送给所有正在梦想努力的同学们。晴天会来，故事还长，请一定照顾好自己。又有哪道题不会？干什么？中考成绩出来了，我没考到第1。下次考试拿个第1给我看。考了第几？年级第15，班级第2。还行。可是你说过要拿第1才能愿赌服输，这个还给你。谁说你没拿第1？啊？语文和英语单科全年级第1，这不是2个第1吗？不是年级第1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年级第1了？单科第1就不是第1。你是看不起语文还是看不起英语？哪有你这样算的？在我这儿就是这么算。随身机东西拿好，别没事找事给我添乱。谢谢你，元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愿意这样让我赢。磁场方向搞反了吗？什么？我之前写对了，但是我每次思路都有问题，这次不如反着来试试。白搅了。那道题很复杂的，考试时间那么紧张，我就粗心了一下下。再说了，我之前做不到大题的，这次差点就写对了。怎么？还要我夸你是吗？也不是不可以。元素，你这次考了多少名啊？关你什么事？让我看看嘛。不给。小气。叔叔，您知道元素去哪儿了吗？去医院了。医院？是啊，护士来电话时，我正好听见2句，说他妈闹得厉害，药也不肯吃。是镇卫生院吗？别碰我妈，别碰她！谢谢叔叔。骗子，都是骗子！你说过的，你说你会带他来的，你说你有朋友，你骗我！妈，他要上学，他最近要考试，很忙。下次又是下次，你总是这样说。
你明明就只有一个人，那些人骂你是赌鬼的儿子，嫌弃你，没有人愿意跟你玩，没有人。阿旭是个骗子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璞玉，没有什么朋友，都是假的，就像你爸说会回来一样，都是假的。我的阿旭只有文君一个人，我不要见到你这个骗子，你走啊！阿姨，阿姨，元素没有骗你，我就是璞玉，是元素的朋友。璞玉？是，阿姨，我是璞玉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最近要考试，抱歉我来晚了。干什么啊？你的伤口必须要处理，不然会感染的。手给我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好了。吓到你了吗？什么呀？他的记忆时好时坏。他只是太爱你了，太怕你孤单了。上次吃了柿子之后，就一直念叨着要见你。我以为他过2天就会忘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必要。有必要。元素，我们是朋友，对吗？朋友之间就是要互帮互助。以后我会经常来看阿姨的。不用，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，你别来。我偏要来。刚阿姨拉着我的手让我经常来玩呢，我也答应了。这是我跟阿姨之间的约定，跟你没关系。随你。早不坏，晚不坏，偏偏赶在这时候。奶奶怎么了？月底那批绣花枕席，老板要拿货，结果机子踩不动了。齿轮崩了，卡住了转轴。能修吗？换个齿轮就行。但是这机子型号太老，早停产了，得去市里旧货市场找。市里？这么麻烦？我去吧，我正好要去市里淘进口电软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干什么？我熟路线，两人找更快。就是这班。你要听吗？不听。是碎碎下的歌，很好听的。这次千万别往左边倒了。睡着了？怎么还不靠过来？跟紧点儿，老板，有这种型号的针体管吗？我找找，有。多少钱？15吧。10块。行，10块就10块。在这等我，别乱跑。这不那谁吗？上次害我进局里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不是转学了，舍不得我，想回来跟我结婚啊？舍不得我，想回来跟我结婚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到处都是人，放开我！救命！拿来！什么？钱包！你小子有病吧？谁拿你钱包了？要报警吗？前面就是警察局。人呢？刚才站在这里的女孩呢？啊，什么女孩？我没注意啊，那人来人往的。再问你一遍，人去哪了？那边他被陈俊带走了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哭什么？上次报警的时候不是挺恨吗？连你爹的话都不听，让你嫁你还不嫁？滚开！操你妈的，给点不要脸是吧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让你嫁老子是看得起你，还给老子装清高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啊？给点不要脸是吧？啊！找死！找死了！
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哭了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你去哪儿了？我好害怕，我以为你走了，不要我了。没有丢下你。刚才付钱的时候，撞你的那个人摸走了你的钱包。谢谢你，元素，谢谢你。不输出钱，钱丢了没关系，但这个不能丢，这个丢了我就再也找不到妈妈。这不是没丢吗？下次戴在手上就不会被偷了。我不敢戴，怕被看见了抢走。有我在，不会。疼吗？我的脸，奶奶看到了很明显吗？明天那怎么办？会过明天再回吧，现在去车站来不及了。再说这个印子，一时半会儿也消不了。那我们去哪儿？身份证带了吗？带了。成年了吗？但我生日也很快了，应该没关系吧？什么时候生日？12月31。等会儿我说什么是什么，别多话。好。你哥打你啊？追小偷的时候摔的。还有没有房？没有，我们换一家。押金50，明天12点前退房。2楼左拐204。他出生在年头，我出生在年尾，我们这是差1天还是差1年？给，走吧。把门锁好，谁敲门都别开，我出去有点事儿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就在楼下，不去远。要去多久10分钟。好，10分钟。谁？我。先把饭吃了。你迟到了。什么？你说10分钟的，现在已经12分钟了。药店排队耽误了一会儿，你还真数着啊？嗯，因为是你说的。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不怕被骗。那你会骗我吗？坐这儿，等就说。元岁，你会骗我吗？不会。还笑，脸不疼了？疼，特别疼。好了，吃饭吧，吃完早点睡。
你洗漱休息吧，我出去了。你去哪儿？楼下有通宵网吧，我去那儿对付一宿。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网吧吗？网吧环境不好，你睡不了觉。没关系，我不想一个人待着。你睡床，我打地铺。跑啊！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还睡不睡了？吵到你了？你说呢？对不起，我就是有点害怕，睡不着。今天那些人跟你有仇？嗯，为什么？那个领头的叫陈俊，他爸是个做生意的老板，很有钱。我爸想要搭上陈老板那条线做生意，让我跟陈俊。我不愿意，跟他们闹了一通，报了警。后来我就跑来奶奶这儿上学了。你妈呢？她也同意？几年前，在厂里加班的时候出了意外，变成猩猩了。打青了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应该废了他。你后背的伤，要不要拖点药？什么伤？我看到他拿砖头砸你了。没事，已经没感觉了。对不起啊，元旭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。不怪你，怪我。怪我留下你一个人。早知道就拉着你一起追小偷了。要牵着吗？什么？不是害怕。要牵着吗？晚安，元素。晚安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昨天就该回来的，我还以为你俩被人贩子拐卖走了。店里缺的进口电容，市里不好找，多跑了几个地方才买齐，耽误了时间。先试试这个齿轮能不能用吧。这机子要是再修不好，那批整陶可真就完蛋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可算修好了。中午留下来吃饭吧，我去做手擀面，给你们握2个鸡蛋。不了，店里2天没开门，有些活得去处理一下。小雨，发什么愣呢？过来帮我把这机子搬到堂屋去，外面风大。什么呀？嘘，小点声，你先抱着。班长最近可烦了，盯着我学习，不让我传纸条说小话，还说再看杂志就要给我收走，交给陈老师。搞仇？我先走啦，元旭，拜拜。
他最近是什么情况？朴宇，班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这几年的满分作文素材本，听穗穗说你着急用，就给你送过来了。穗穗说的，那明天上学给也行呀，怎么还特意跑一趟？明天我要请假去市里一趟，怕你着急。谢谢班长，这些对我真的很有用。你们很熟？啊，也不是特别熟吧，就是班长和穗穗同桌，我去找穗穗的时候，偶尔也会听他讲几道题。既然有年级第2给你讲题，还来我这儿干什么？宋今年，你这段时间总是不来这儿，就是跟宋今年在一起。我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我只是回家写作文了，还不知道能不能过岗呢，怎么给你说？而且，我只需要你给我讲题啊。连信，全是油，别乱摸，写你的作业。那你别生气啦。谁生气了？无聊。朴宇，不会的题，随时可以来问我，物理也好，别的也好。我讲的不一定比年级第2差。好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，奶奶？什么日子？不是快元旦了吗？家里鸡蛋放久了怕坏，赶紧吃了，别浪费粮食。谢谢奶奶，面特别好吃。吃还堵不上你的嘴，赶紧吃完上学去，别迟到了。穗穗，你怎么？本姑娘掐指一算，今天是谁的生日啊？还有这个，打开看看，喜不喜欢？这太贵重了。什么贵重不贵重的？我在电视上看，真正的大作家写稿子都是用钢笔的，多有范儿啊！以后等你成了大作家，记得第一个给我签名，那我这礼物可就回本了。那我现在就给你签，你要吗？现在才不要呢！我要等你真的成了大作家，在签售会上排好长的队，然后特别骄傲的跟你的读者说，我可是从你17岁就看好你喽。早点睡，明天放假，作业晚些写也来得及。知道了，奶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晚了？路过。
路过？你家就在对面，怎么路过到我家门口来了？散步迷路了不行。那你迷路迷得正好。今天是我生日，我留了2块蛋糕给你和阿姨留的，特别好吃。跟我去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？不行了，元旭，我不走了，我们回去吧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这就走不动了？平时体育课怎么上的？体育课也不爬山啊，我真的爬不动了。上来。不用不用，我歇一会儿就行。你背不动的，路还这么陡。快点，你再磨蹭的话，天就要亮了，看不到了。上来。抱紧点，要是掉下去，我可不管埋。你不会不管我的。看下面，好漂亮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夜色中的白丁镇。这是什么？你还在这里藏了秘密吗？从旧货市场收来的，原来的镜片碎了，我磨了一块新的装进去，凑合能用。过来看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。生日快乐，朴宇。你说你妈妈变成了星星，我想让你看看她。别哭了。元素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生日礼物。还要看吗？要。阿晓，你看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故事，那是猎户座、天狼星、母星团。那是猎户座吗？猎户座腰带上的那3颗最亮。旁边那个呢？天狼星。那颗呢？那个特别温柔，一直闪的那颗。不认识，可能是你妈妈吧。许个愿吧。对着星星许愿，应该比对着蜡烛更灵一点。你还真信啊！愿此刻漫长，愿明日晴朗，愿身边的少年岁岁平安，前路坦荡。你有手机吗，元色？干什么？我想给朋友打个电话。快没电了。没事，很快就好。元旭，手给我。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，这个红绳是她在一个很灵的庙里求来的，能保平安。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给我干什么？因为我想把它送给最值得珍贵的人。生日快乐，元素。舍得？完了，你这么一问，我还真有点不舍得了。
那还给你。哎呀，我开玩笑呢，送出去的礼物哪里有收回来的道理？不许摘。不摘。差点忘了，本来挺好看的，爬山的时候晃坏了。这是特意给你留的蛋糕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尝一小口。好吃吗？很甜。那就好，生日吃了甜的，这一整年都会是甜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也要许愿。什么？对着星星许愿啊！我刚许完了，轮到你了。幼稚，不要。哪里幼稚了？寿生都要许愿的，而且刚才不是你说对着星星许愿比蜡烛灵吗？我骗你的，只有你信。麻烦。许完了。这么快？你许的什么呀？不知道，随便想的。哪有这样的？你要认真许，愿望才会灵验的。那你许的什么？我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那你也别问我。你真的许完啦？没骗我。许完了。那个望远镜以后还能来看吗？你想来的时候。那你会陪我吗？怎么？听好，无论听见什么声音，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出来，更不许出声。听懂了吗？听不懂，你别过去了，他们找不到人就会走的。他们不是找人，是找钱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进去的那个人是我爸。我们报警好不好？有警察在，他们不敢乱来的。别哭，你多好，就是帮我。如果我应付完了，会来叫你；如果我没叫你，或者你听到不对劲，就从后面出去，跑去派出所，别回头。听话，听话，不语。约瑟。刚什么声音？猫吧？妈的，那老东西进去多久了？别是想溜走吧？溜个屁！他正做梦想发大财呢。站几分钟，不出来就进去请他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到底把钱藏哪儿了？你在找什么？阿旭，你回来的正好，钱呢？快给我！滚出去，家里没钱！放屁！那个修理铺不是还在开吗？你每个月不是还能挣钱吗？还有你妈，你妈住院也要钱，钱呢？给我！修理铺我刚去找过了，一毛钱都没有，钱一定就在家里，肯定就在家里，就在家里。阿轩最喜欢把玩具放在哪里？阿轩，在这儿，肯定在这儿。
红章，那是妈的医药费，你想让他死在医院吗？死不了，他死不了，我有内幕，真的，只要我有本钱，今晚就能翻本，到时候别说医药费，我给他请最好的护工。阿雪，松手，我是你爸。你是我爸？妈去年自残过5次，瘦了20斤，连我都不认得了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你不配，你自己想死就去死，别拉着我们。我哪怕死了也是你老子！才这么点，阿旭，别怪爸，爸也是没有办法。等我今晚赢了，肯定加倍还你。这是我妈年后去市里复查的药钱，你敢动1分，我跟你拼命！阿苏，最后一次，真的是最后一次，我也舍不得你妈，我这都是为了这个家呀。除非我死，否则你别想带钱出这个门。小畜生！我的钱，我的……道哥，进来，快进来，钱找到了，这小子想独吞，快进来帮忙啊！哟，老袁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怎么连个还在上学的儿子都搞不定？刀哥，钱都在这儿了，但这小子要跟我动手，你们帮我拦住他，利息我马上给。这个月妈的医药费还没交。操，找死！妈的，是个疯狗！愣着干嘛？一起上啊！把钱留下，至少把这个月的药费留下。爸，老袁，走不走啊？厂子可开了，这些钱也就够还你上周的利息。你要是心软给了他，今晚那局必胜的牌，你可就没本钱上桌了。那可是翻身的大好机会，你确定不要？玩几天又不会死，等赢了钱加倍给他，10倍。袁宏志！操，还要动？呸！真他妈晦气！元素，你怎么样？哪里疼？我们去医院。没事，钱没了。不管钱了，我们不管钱了。我跪在这儿求他，
但他全拿走了，1分都没留。我们想办法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我现在也可以赚钱了，我们还可以去找奶奶借，找碎碎借，找碎碎借，找陈老师借，总能凑够的。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救不了我妈，我也救不了我自己。元旭，你别这样，不是你的错，元旭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爸是个混蛋，是个烂人，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元素，你是那个会修台灯、会修随身、会拼了命救我、会带我看星星的最好的元旭。你不是他。好疼。药箱，我去拿药箱。别弄了，太乱了。你回去。我不走，你伤成这样，怎么处理伤口？怎么上药？怎么收拾家里？死不了，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元素，你能不能别逞强？你看看你的手。连累他了，还给你吗？你敢！我不许你扔！伤口太多了，还是要去医院处理。不用，房间有酒精。元旭，我妈在医院。我去拿。疼吗？我轻点儿，我再。不疼，不悦，对不起，让你看到这一切。不要对不起，这是我18年来过得最难忘的一个生日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好，我回家。伤口千万不要沾水，会发炎的。今晚早点休息，不要收拾了，明天我再过来。红绳还在你手上呢，平安是你答应我的，你要是敢做什么危险的事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我就抱了一下。元旭，我会永远记得这个生日。它一点都不糟糕，一点也不。后来的我，一直都记得18岁那天的星星，它有着钻石般的璀璨，像妈妈温柔注视的眼睛，像破碎恋人紧紧相拥的深情。它一点都不糟糕。趁热吃，别一会儿凉了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等。让你吃就吃，脸白的跟要成仙了一样。你身体垮了，你妈谁管？拿着。我不能要你的钱。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妈在医院等着用药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断药？我可以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去借高利贷还是去卖血？元旭，我告诉你，那些歪门邪道的路，一条都不许走。
你妈还在医院里等着你。你要是折进去了，或者是为了这点钱把前途毁了，你让你妈怎么活？指望你那个赌鬼爹去照顾她？别以为我这老婆子菩萨心肠好说话，这钱可不是白给你的。你们俩一笔一笔都给我记好了，我的利息可是比高利贷还要狠。以后你们俩出息了，得给我买大房子，买蝴蝶牌缝纫机，还得天天给我做红烧肉吃，少一样都不行。元旭，还要去店里，有几台电机要修。你多久没好好睡觉了？今天考完了，回去睡一觉好不好？睡不着。躲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奶奶最近腰不舒服，我去药店给她买膏药了。买完了吗？买完了。成绩单给我。什么成绩单呀？还没发呢。蒲宇，全校都发了，就你没发，再给我装。年级第16，班级第3，越学越回去了。说话，你要是不想学，以后就别来问我问题了，别在我这浪费时间，也别浪费你自己时间。元宵，我没有不学，只是答应了编辑这个月会给他4篇稿子，写完我就不写了。马上放寒假了，离高考还有好几个月呢，我保证我会好好努力，好好复习的。自己都交空白卷，凶什么凶嘛？还真是别扭的小狗。小雨，你看，大惊喜！这儿呢，这篇《小狗圆圆》是不是你写的？作者蒲宇。自己都交空白卷，凶什么凶嘛？第一次见到圆圆是在一个下雨天，我误闯了她的领地。其实它一点也不圆，瘦骨嶙峋，毛发因为长时间的淋雨而湿漉漉的，像穿了一身脏兮兮的盔甲。谁呀？他耳朵背，得用力砸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啊？编剧还在下面评价说，文字朴实无华，情感却细腻动人，将流浪小狗那种渴望爱又害怕受伤的矛盾心灵刻画得入窝3指，还画了个狗狗的简笔画呢。完了，这下是真完了。圆圆在哪里呀？我看了文章，好喜欢她，给她带了火腿亭。啊，圆圆。那只小狗呀，虽然有点凶，但是感觉好可怜又好可爱。它现在还在那个巷子吗？我们去看它好不好？那个就是以前在巷子里偶尔碰到的一只小狗，我也很久没见过了，可能去别的地方流浪了吧。啊，走了吗？那个穗穗，你寒假作业带了吗？我们一起写作业吧。你看这道物理题好难啊！哎呀，作业等会儿再写嘛。那它长什么样啊？是不是跟画上一样？对了，元素，你也住在小巷附近，有没有见过一只叫圆圆的小狗啊？
就是小雨文章里写的那只瘦瘦的、凶凶的，还不让摸的那种。圆圆，有。别！他总是独来独往，眼神警惕而凶狠。我想喂他吃包子，他却伏低身体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威胁声，露着尖牙，把自己伪装成洪水猛兽。他总是那样，在有人试图向他释放善意的时候，哪怕无比虚弱，也会第一时间选择龇牙咧嘴的吓退对方。但我知道，他不是坏，也不是真的凶，他只是太害怕了。他怕自己身上的泥点弄脏了别人干净的衣服。袁术，你说了那么多，是不是想问我愿不愿意跟你做同桌？怕自己朝不保夕的命运连累了想要靠近他的人，所以他选择竖起满身的刺，离远点，我身上全是。在寒风里独自舔舐伤口。连累他了，还给你吧。你敢！我不许你扔！我要了，回头赔你一份新的。可是这两个人怎么怪怪的？那个，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这火腿肠留给你们吃吧。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，我先走了哦。别问我，别问我，别问我。朴宇。啊？圆圆，元岁的圆。那是巧合，真的是巧合。哦，那瘦骨嶙峋，脏兮兮，那是夸张描写，流浪狗嘛，肯定都那样的。是吗？不是在说我凶？是又怎么啦？谁让你那天那么凶，还摔门把我关在外面，还不理我？我没不想理你，那时候太乱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。你文章的最后一段写的什么？什么？忘了。真忘了？不是想摸吗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也许有一天，当他觉得足够安全了，会收起满身的防备，愿意靠在我掌心，允许我摸摸他毛茸茸的脑袋。摸到了。那个手感还行。还行。那还凶吗？才不凶呢！一定是有坏人抢走了我的笔，篡改了我的文章。是吗？那你原本想写什么？写你的作业。哦。等一下。你耳朵红了。终于拿到稿费了。你爸呢？躲哪儿去了？欠了钱就想跑？哟，听说他有钱赌博，没钱还我们是吧？父子俩一个德行。你今天不给我们个说法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放屁！父债子成，你爸跑了，你还在？都看着点啊！这小子家欠钱不还，以后谁也别给他好脸色。正好，既然你爸欠我200块钱，这电饭煲你给我修了，修好了就算抵利息。修不修？不修，老子把你这铺子砸了！住手！你凭什么砸东西？哟，这是哪来的小丫头片子，多管闲事！他家欠我钱，天经地义。欠钱是欠钱，修东西是修东西。你说要抵债，行啊，我们要写清楚抵多少债，什么时间，哪一笔，你现在说我记下来，之后我们还钱的时候要把这一笔减掉，还有必须要签上名字。还要签字？
修个破锅签什么字？你付钱，他出技术，这是理所应当的交易。你要是不给钱，那就是抢劫。派出所就在2条街外，我们要不要去评评理？行，真他妈晦气！给，好像谁给不起似的，赶紧给我修！不语，马上过年了，最近铺子里来的人很多，乱七八糟的事也很多。那很好啊，说明大家知道你手艺好，你的生意是不是也……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以后不会的题写在本子上，等我回家。别总来，别再往我这儿跑。你要赶我走吗？为什么？脏。元旭，你想让我续写一个怎样的结局？是我嫌弃小狗身上脏，嫌弃它麻烦，怕它连累我，所以把它赶走，从此和它陌路，再也不见吗？我偏不，我偏要写那只小狗遇见了一个很好的人。那个人虽然笨了点，爱哭了点，但他一点都不怕脏，也不怕麻烦。他会拿着刷子帮他把所有的油漆都盖住，把所有的坏话都刷掉。我还要告诉所有人，这只小狗这辈子就赖上他了。赶都赶不走，不管是脏是净，是好是坏，都要一起走。说话呀！你还要赶我走吗？嗯。你傻不傻？怎么会有你这么笨的人，非要往火坑里跳？我就是笨蛋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火坑，我只知道这儿有个人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我来吧。年纪大了，手脚就是慢。本来想端出去让小雨贴的。您歇着，奶奶，这个给您。什么东西？奶奶，这里有800块，之前的钱我还欠着几百，剩下的年后凑齐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接了几个工厂的长期维修，他们给我预支了一部分工钱。小雨也能赚钱了，我又不急着用，你留着跟你妈过年。您得收着，只有把债还清了，我妈才有底气。行，我先替你收着，我回屋躺会儿，你们俩把对联贴好啊。这个贴在修理铺好不好？往左一点，再往右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小袁老板在吗？我有事想要拜托你。什么？学校放假了，我每次联系编辑都得去碎碎家借座机，太不方便了。你可不可以帮我淘一个2手的手机？能打电话发短信就行。给，能上网，能登 QQ， 够你用了。好好看啊！这个要多少钱？朋友那儿收的，没多少。你别骗我，钱不够一定要说。你要是不收钱，我就不收手机了，一码归一码。给多了，这手机不值钱。电话卡我已经帮你装进去了，里面有话费。真的吗 ？AA 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你打一下试试看。你也不知道吗？那就是陌生人了。现在骗子很多的，不可以留陌生人的电话，我删掉喽。不是陌生人。那是谁呀？小狗。
原来是小狗圆圆呀。那不是陌生人，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人。那我以后可以给你打电话吗？嗯。发短信呢？嗯。那如果很晚很晚的时候，我做噩梦了，害怕的睡不着，也可以打给你吗？只要你想，任何时候都可以。嗯，我记住啦。快看，好漂亮！新年快乐，元素。璞玉，新年快乐。我上来啦。很厉害。元素，你大学想考哪个城市呀？不知道。我们上同一所大学，好不好？没事，反正还有好几个月呢。等你考虑好了，记得告诉我。就算不能去同一所大学，同一个城市也可以。我想要和你离得近一点。为什么？你想看日出吗？啊，这里刚好正对着日出的方向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太阳就出来了。好吧，那就看完日出再回去。璞玉，日出了。哇，好美啊，元素。很美。璞玉，你知道吗？你远比日出耀眼。望向你的这一刻，我原谅了老天。我好想好好爱一回这人间。下面有请高3、2班的学生代表璞玉同学上台发言。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家长和同学们，大家上午好。我是高3、2班的璞玉。我们都在等一场日出。或许现在的我们还身处黑夜，或许前路依然泥泞难行，但请相信，只要我们还在奔跑，只要我们不放弃，那轮红日终将升起，照亮我们所有的梦想。现在请同学们在气球上写下自己的梦想，让我们带着梦想冲向蓝天。给，大家都在写梦想，你也写一个吧。幼稚。哪里幼稚了？这是仪式感，我们整个高中时代最大的仪式感。我不信这个，也没什么好写的。真的不写。碎光就是逆流而上，追寻光良；晴雨就是流转之天，雨过天晴。你干什么？绑在一起啊！天上风那么大，万一他们走散了怎么办？倒计时，3、2、1，放飞梦想！一起。如果这世间真的有神明，求您保佑，保佑这场雨永远万里晴空，保佑这束光永远速流成风。特别是璞玉同学，各科成绩进步都很大，语文和英语也一直保持着年级第1的水平。程老师，璞玉这孩子是不错，但是吧，我觉得他要是换个同桌，说不定能考得更好呢。我们都理解元素同学家里情况特殊，
但这会不会影响到班级风气啊？听说他经常在外面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整天逃课去那个什么修理铺。我们做家长的也担心会影响到自己孩子。是啊，是啊，他爸欠了好多赌债，那些讨债的会不会来学校闹事啊？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问题学生就应该直接劝退，反正也考不上大学。说完了吗？你们一个个当爹当妈的，不好好教孩子怎么做人，倒是在背后嚼舌根嚼得挺起劲。要是自家孩子被人这么议论，你们心里什么滋味？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？我们也是为了大家好，到底是为大家好，还是为自己的私心？你们自个儿心里清楚。他爸是他爸，他是他爸是混蛋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父债子偿，那是旧社会的封建糟粕。怎么，你是活在旧社会还没醒呢？人家孩子是偷你家东西了，还是抢你家钱了？考试作弊了，还是打架斗殴伤着你宝贝儿子了？我看成绩单了，袁旭好几次物理满分，年级第一，这叫考不上大学，这叫影响风气。我孙女理科不好，天天麻烦人家给讲题补课，这才考进了前10。那个我也说一句，我家穗穗上学期学习吊儿郎当的，多亏了他们俩带着学，这学期才没掉队。我觉得孩子们之间互相帮助挺好的，咱们做家长的不能太势利眼。把人家孩子踢出去，你家孩子就能考第一了。要是学习这么简单，咱们都别请老师了，互相防着就行了。奶奶怎么样？累不累？没事，好着呢。刚才在上面怼了那几个长舌妇一顿，心里痛快着呢。啊？怼谁了？奶奶！哭白着脸干什么？我还没死呢。奶奶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死不了。您别动，医生说您要卧床休息。医生还说什么了？情况不太乐观，初步判断是腰椎常年劳损，导致椎间盘严重突出，压迫神经，引起了急性休克。手术肯定是要做的，但是我们镇医院医疗设施有限，而且老人年纪大了，这种手术风险很高。我建议你们赶紧转去县医院或者市里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医生说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做完就好了。我们明天去县里看看好不好？你回去吧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回你爸妈那儿去。奶奶，我不想看见你，你现在就走，别叫我奶奶。我跟你爸妈都没血缘关系，跟你更谈不上。我让你白吃白喝住了1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走。奶奶，您让他走是想让他去哪儿？回那个要把他卖了换彩礼的家。您比谁都清楚，他现在要是走出了这个门，一辈子就毁了。您好不容易把他从绝路上救出来，现在又要把他推回去吗？手术要花好多钱，万一治不好，我成了废人，他以后怎么办啊？有办法的，奶奶，我有办法赚钱的，只要你答应做手术。明天我们去县里，钱的事儿，我想办法。你想什么办法？你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。最近工厂那边结了一笔款，我本来打算过几天还给您的，现在正好拿出来，这笔钱足够去县里做检查和住院了。您不用觉得欠我，这是我还没还清的债，所以别赶他走了，他只有您了。傻孩子，你们这2个傻孩子。吃饭，不吃饱哪有力气照顾奶奶？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，我可以多写几篇稿子，周末我也可以去找兼职做家教，或者去市里找工作。不用，你安心准备高考，手术费的事儿我来处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李奶奶的手术不能等，
但你的高考也只有一次。这2件事我们可以同时做，相信我。我相信你，可是元素，你还有陆阿姨，陆阿姨怎么办？最近接了几个工厂的长期维护合同，预付款可以先取一部分。另外，赵叔就是之前想让我去东周工作的那个老板，说可以预支半年工资。预支半年工资，那你不是就得去他那里工作了吗？只是预支，不一定非要去，就算真要去，也是高考后的事儿。蒲宇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让李奶奶尽快做手术，其他的都可以往后放。李奶奶等不起。早知道会发生这些，我就不绑那个气球了。明明已经很累了，背着那么多陆阿姨，照顾多，还要修那么多东西，我怎么能绑着你，要你拖着我往前走？吴宇，你听好，不是你绑着我向前走，是我在赖着你。我背得动修理铺的零件，背得动我妈，也背得起我爸留下的那些烂债。你的那份，我照样背得动，所以别再说什么拖累。绳子是我同意让你系的，要飞一起飞，要落，我不会让你落下来的。我不怕累，我只怕你哭。单子开好了，下周手术。你留在这儿照顾奶奶，我回镇上一趟，安顿好我妈，顺便去拿点东西。蒲宇，钱的事我有办法，别瞎想，也别做多余的事，在这等我回来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不是说了断绝关系吗？不想嫁人就滚远点，别来烦我。爸，奶奶的腰伤很严重，医生说必须做手术，不然以后……有病就治，找我干什么？再说了，那老太婆命硬得很，能生什么病？爸，奶奶好歹养你长大，你现在连……我让她养我了，要不是她拦着，我早就找到亲生父母过上好日子了。都是她不让我回去，现在活该遭报应。吵什么吵？蒲宇，我警告你，你要饭也去别的地方要，别吵到我儿子。这房子当是我妈和爸一起打拼的，用的是我妈在厂里的名额，也有我妈的一份。你想都别想！那老太婆早点离开，对彼此都是种成全。谁给你的胆子，居然敢惦记我的房子？行，那把我高中的学费还给我，2000块，1分不少。什么学费？我转学回镇上时，你给了我2000块假钱，把真钱还给我，这本来就是我的。我没钱，滚！再不滚我报警了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别动，谁也别过来。那是你弟弟，你敢乱来，我要你命！快把我儿子放下！那是你们的命，不是我的。把我的学费还给我，2000块，1分不少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蒲宇，你别乱来，杀人是犯法的，你这辈子都毁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想害死我儿子吗？快把钱给他，去拿钱！给，我给，拿了钱赶紧滚，疯子！捡起来，一张一张捡起来，给我。你们2个去阳台站着，我下楼之后要看到你们在窗边，才会把它放下来。
如果我下楼看不见你们，或者你们敢追出来，好，你别激动。蒲宇，把我儿子放下来！对不起。完了，手机没电了。蒲宇，去哪儿了？电话关机，信息不回，人找不到。蒲宇，你是觉得我心脏太好是吗？我去市里找人了，手机没电了，对不起啊。把口罩摘下来。啊，我有点感冒咳嗽，怕传染你。奶奶怎么样了？我们先回。哎，摘下来。不用了，真的是感冒会传染的。蒲宇，别。谁打的？没什么，不小心碰到门了。不小心？什么样的门能撞出5条印子？蒲宇，你当我瞎？走。去哪儿？买药。你想这样回医院？坐好，自己先服一会儿。抬头看我。你别凶我了，元宵，我知道错了。为什么去市里？要钱。要到了。要到了，2000，是他欠我的学费。所以脸上这巴掌，就是拿到钱的代价。虽然有点疼，但是值了。2000块够给奶奶交住院费了。值个屁！一个巴掌2000块。蒲宇，谁教你这么算账的？你的脸就值这么点钱？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我该听你的，在医院等你。可是手术费还差很多，我总不能一直躲在你身后什么也不管。我必须要做点什么，哪怕只有2000块，我也得想办法拿回来。这样你就不用那么拼命的赚钱了。我不想把重担都压在你身上，我不想你那么累。我没生气。我知道。我下次不这样了，真的。疼。下次别这样了。要做什么？我陪你去。你不会拦着我吗？会，我会拦着你犯傻，拦着你受伤。但如果你非要去，我跟你一起。给。这是什么？手术费，加上你手里的钱应该够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借的。跟谁借的？你是不是又去那个老板那里预支工资了？你真的欠了卖身契？想什么呢？我是那么容易就把自己卖了的人吗？那这钱是哪儿来的？你别骗我，现在修理铺拿不出这么多。找几个朋友凑了凑，又把之前攒的一些零件给卖了。放心，来路很正，没去借高利贷，也没欠卖身契。我不要，我可以去。你可以去干什么？再去被你爸打一巴掌，还是答应跟谁结婚？蒲宇，奶奶的手术不能拖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可是，你还有陆阿姨。我说了，我有办法。给你。欠条：今借到元素付人民币1万元整，利息每天给元素发1条信息。小雨，这次考得很好啊，看来在医院照顾奶奶也没落下学习。这次题好难，我还以为要掉出年级前10了。难度是挺高的，但你进步也很大呀。老师叫你过来是有个好消息，市里有个企业家要做助学项目，资助5位品学兼优但家庭困难的学生，承担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。经过学校讨论，决定推荐你和一班的一个男生去试试看。
资助？对，不过这个资助竞争很激烈，好多人都盯着呢。你2模3貌的成绩绝对不能掉下来，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水平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把握啊！谢谢陈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奶奶的手术很成功，这周就能出院回家休养了。现在又有了资助名额可以申请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对不对，元色？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，对不对？元旭，还钱！今天不还钱就打死你！臭小子，还敢躲？你以为躲得掉吗？你自己说每个月都会还一部分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别以为耍无赖就能销账。行了行了，别真打死了，打死了我们上哪儿要钱去？听说你跟对门那家关系不错，没钱还账，倒是有空就往县医院跑。那老太婆是不是有个挺漂亮的孙女啊？要是再还不上钱，下次打的就不是你了。那小姑娘细皮嫩肉的，要是脸上划个口子或者……哟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还挺漂亮啊！元素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。哭什么？死不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别动，我给你涂药。别弄了，去拿点水来，我想洗把脸。是因为那1万块钱，对不对？你把还债的钱拿去给奶奶交手术费了，所以他们才……不是，跟那个没关系，是之前的利息没谈匀。你骗人！元素，我们一起考出去好不好？我们离开这里，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我会努力拿到资助名额，只要熬过这2个月，只要考出去，只要我们考出去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们离开这里，再也不要被这该死的命运找到。好，我们一起考出去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2模年级第5，班级第2；3模年级第2，班级第1。璞宇，只要你保持住这个状态，中胆大学肯定没问题。那个资助名额，老师也帮你提交上去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学费和生活费都有着落了。谢谢陈老师。元素，你看，很厉害，看来这阵子的题没白讲。那当然啦。不过我有道题还是被扣了3分，不知道哪个步骤错了。袁老师，你快教教我怎么推导的。时间啊，如果可以，祈求你为我停留1分钟。大家结合自己的3模成绩，回家跟家长商量一下，认真填一下想去的大学和专业。袁树，醒醒！放学了。陈老师让填志愿意向，你想好填哪里了吗？没想好，等分出来再看吧。我想好了，我想去东周。东周？为什么是东周？你的成绩完全可以去北京或者上海。最近接了几个工厂的长期维护合同，预付款可以先取一部分，
另外，赵叔就是之前想让我去东周工作的那个老板，说可以预支半年工资。我觉得东周挺好的呀。程老师说东周大学的文学院很适合我。元素，你理科那么好，也可以报东周的理工学院呀。到时候我们虽然不在一个校区，但是可以经常见面，还能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一起去图书馆。璞玉，你想清楚了吗？那是你的人生。想清楚了呀，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。更何况东周的物价也不高，生活压力小。等我们考上了，可以在学校旁边租2间小房子，把奶奶和陆阿姨都接过去，有书读，有家人在身边，还有你。好，东周。哇，好美啊，元素。很美。一起。璞玉，你知道吗？我早已在心里牵你手千百遍，可我知道你属于万里长风，所以飞吧，飞得高一点，别回头，千万别回头，永远别回头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元素呢？不知道啊，这店早就盘出去了，今天才来交接腾空。以前那个老板把钥匙给我们就走了。早就盘出去了。那他去哪儿了？您知道吗？这我哪知道？让开让开，别耽误我们干活。你要好好考，不可以交白卷，不可以像以前那样故意控分。你的成绩那么好，一定可以报东周理工。只要我们都考上了，以后就能经常见面了。听到了。骗我是小狗。小狗。骗子。璞玉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高考应该已经结束了。别哭，我知道你肯定会哭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我没去考场，也没在香樟树下等你。我这只骗人的小狗，大概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。你不用找我，也找不到我。手机卡我已经扔了，所有的联系方式也都断了。那天在巷子里，你说我们要一起考出去，去一个命运找不到的地方。这个约定，我单方面完成了前半部分，看着你走出去，后半部分由你替我走完。如果我自私一点，也许会真的答应你。
跟你去同一个城市，让你陪我一起在这个泥潭里继续挣扎。可是你太美好了，我舍不得。璞玉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贫瘠枯豪的青春里唯一落下的一场雨。你用虚线一滴一滴缝补着我这片无人问津的土地。遇见你，大概是上天对我唯一的怜悯。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就像是一场偷来的美梦。梦里有解不完的题，有和你一起走过的枫林巷，从秋天到夏天，有风声，有蝉鸣，有太阳，有星空，太美了。但现在梦醒了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大学4年，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别辜负自己。最后，祝你前程似锦，岁岁平安。记得要飞得高一点，别回头，保重。对不起，璞玉，对不起。璞玉，我要走了。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醒啦，烧了5天了，总算退了。快起来喝点粥，医生说你得吃点东西。奶奶，她回来了吗？小苏有他自己的路要走，这世上没有人能陪谁走一辈子，包括奶奶。你不能因为有人离开就停在原地不肯往前。先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我去，小雨你太牛了吧！东州大学肯定稳啦！你是第1名啊，袁旭，你明明可以考到第1名的。以你的分数，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学校。不过东大也很不错，尤其是文学院，师资力量很强。老师相信你可以的，不管在哪里都能发光。谢谢老师。资助方是哪家企业呀？我想有时间去谢谢他们。学校已经有代表感谢过了，你只要安心接受资助，好好读书就行。可是，小雨，有些人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得到感谢，他们只是希望被帮助的人能过得更好。你如果真的想感谢，就好好读书，将来有能力了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好，我明白了，
谢谢陈老师。